and limbs. 再松，肩再松。好，不要从局部动，比方讲，不要只从臀部动，你要把这一块想成是一整块，把整个 body 想成是torso 想成是一整块，都松掉，不要力量，不要力量。向上看，向上转一转一转，松的动。转一转。比较好，有体会吗？体会体跟肢的区别，就好像这边一块板子。对对对对对，谢谢。慢一下哦。Oh, not this, not this, just this. Okay, the torso stays vertical. The torso is one, like you open or close a door. The door is one. When you open and close it, the door is one. Okay. The torso doesn't move, the legs move. Torso move, but move as a whole. Okay. 重心在后，重心在后面。好，讲肩与胯合嘛，是不是这样子？肩与胯合嘛。好，肩与胯合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正面？是一个正面吧？是一个板嘛？好，你现在要转，转动，离开了肩与胯合了嘛？这个姿势是不是离开了肩与胯合了？看不出来。怎么看不出来？你这样是肩与胯合。当你转的时候，你是转腰，你现在这个肩在这边，这个胯在这边。这个肩在这边，这个胯在这边。扭了。他们是不是离开了垂直线了？所以你要转。我们现在练的，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哦。我们现在练的是什么？当你要移动的时候，是一整块走了，一整块不对。你如果这一整块走，你是不是脚步也必须要变？如果这是一整块的话，你这个要保持到合的时候，等一下，你这个要保持到合。当你转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你的步要动哈？你是不是要这样子？你的步是不是要动？这样不懂？我保持到这个，这个是正，是吧？看好，现在是这个跟这个合嘛。我如果这样转，它们是不是就没有合了？它的结构就变了嘛。我如果要保持到它们在一起是合的，我这一整块在动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这样动？我是不是要这样动？它是不是才是一块？这样不懂？所以你要保持到这个。当我在移动的时候，我这样在移动的时候，我是这几个地方，这几个都是在一起，它是连接在一起了。我要动的时候，我是这整个连接在一起，我是这样动的。我如果要像边移，我这一整块我这样移，它是不是散掉了？我要保持住嘛。所以当我在移动的时候，这一整块，你看，它是不是要这样子移？它是不是要这样移？它是不是要这样移？所以老师刚刚讲那个二虎那个也是这的这样出去。对嘛，二虎导心你出去了，这一提的时候，你这个要出去，你不能上步再打，这没有那个啊，没有老虎的那个威势啊。所以你二虎导心出去是一提起来，啪，你看是这一整个出去，一整片出。所以我说腿是在后面拖着的。所以腿跟身体是配合的。对，所以有体的时候，当我在体的力量在运作的时候，手跟脚是配合体的。
手跟脚是配合体的。我如果是手在做探索的时候，我如果是手在做探索的时候，我手出了，手在做探索的时候是什么？是体是配合手的。手为主的时候是体是配合手，体你看手这样走，我的手要这样转，我的体来配合手，这是手为主。我如果要体为主，我同样的，我如果要体为主的时候，我是体在动，你看我是这样子的，这是体带手，听不懂？体为主的力量比较刚猛，手为主的力量比较柔，他们是两种力量，不同的情况下用，可是你要把它分开，你才能说我是手带，我是肢带体，还是体带肢。你能分得开，你才能讲这个话。你分不开，你不能说这个话。听不懂？所以八卦拳大部分是什么？我们现在练大部分是什么？是肢带体。可是你的体没有力量的话，肢带出去这个体没有用，因为我刚才讲了，体是什么？体是肢的后面的力量。晓得吗？肢是什么？肢是体的工具，肢是体的工具，它是工具。所以当我用拳头是工具，我用掌是工具，我拿一把刀是体的工具，我用腿是体的工具。我断了一条手臂，我是少了一个工具，可是体没变。这样懂吗？所以八卦拳才说用你能用的，任何时候我们要用的时候，用我们能用的，晓得吗？我今天很弱了，我生病了，人家要来欺负我，这个时候我有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有什么。我有虚弱，我有虚弱，我就要用我这个虚弱。虚弱的好处是什么？虚弱要怎么用？啊？请问你们？烟花快。啊？烟花快。虚弱就是让别人觉得我好欺负，他会比较没有防备的到我前面来。这个时候你的变化快才能用。虚弱就是让别人比较没有戒心的来接近你，所以你要用这个虚弱。所以为什么讲强而示之弱？我本来就很强啊，可是我要在敌人面前我要表现得很弱，为什么？因为让敌人亲近，让敌人轻易的进来，可是我后面是强。听不懂？要跟我们刚才练一样，手被绑了，肢被绑了，我有体啊，我就用体啊。体被绑了，我们学过人家来抱你这个体嘛，体被绑了怎么办？就用肢啊，上臂被绑了怎么办？用下臂啊。上臂下臂都被绑了怎么办？用手啊。听不懂？这个叫做我们练武的是
你不能永远保持到我说我永远保持到我的巅峰，你不可能的，晓得吗？人家要来欺负你，人家要来侵犯你，不会在你的巅峰嘛？他一定是趁你病要你命嘛，一定是算好了你弱了，他来欺负你嘛？听不懂？所以要记得，我们不是在所有的武器都准备好了，我们才可以用武，才可以用这个武，不是，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武。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什么可用的。你有什么可用的？现在有什么可用的？那你就要什么？你就要把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要区分开来。它们变成一个单独的东西。当我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部位变成一个单独的东西的时候，当这个单独的东西还没有被控制，还是属于我能控制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可用的。听不懂？当你分不开，你的整个手臂是一条的时候，人家控制你这个手臂任何一个地方，这条手臂就没有了。你这条手臂任何地方你都不可用了，晓得吗？身体被控制住了。你说体是一片，不对啊，你还要分啊，所以抱到腰了的时候，胸能动啊，腹能动啊；抱到腹的时候，胸能动啊，腰能动啊。是不是两个人给你抱到中间还可用啊？你要把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分成一块一块，你可以单独使用的，这些就是你拥有的东西比别人多了，晓得吗？这个就是八卦拳的观念。啊，这样懂啊？哎，啊，这个比较难，这比较难啊。那把自己分清楚，我到底有多少东西，这个是很难的啊。所以有很多朋友有时候来找我说，人生到了一个不晓得要怎么往前走的地步了。我就说，你拿一张纸出来，你写一下你现在拥有什么，你现在拥有什么。99%的人写不出来。当他失败了，走到低谷的时候，他认为他已经没有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认为他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拥有的东西丢掉了以后，他认为他什么都没有了。你叫他去写你现在拥有什么，他写不出来，他不知道。听不懂？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当你提醒他的时候，他会认为我还有年龄，我还年轻我四肢健全我还拥有我以前做过什么我还有这个朋友那个朋友我还有。你去提醒他，他想，可是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在以前他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是没有用的，所以他没有去注意到，没有去注意到那些，就像我们练拳一样嘛，你练大肌肉，练这种东西，你练久了以后，当你大肌肉没有力了，当你这些条件不让你发挥的时候，你认为你没有了。可是你还有很多我们练八卦就是你会发现你还有很多，你就用你可用的。所以这句话我跟你们讲过，老学生我跟你们讲过10几年了，用你可用的。那你们不一定懂什么叫做用你可用的。我有什么？你戴着手表，你碰到敌人了，你碰到人家欺负你了，你手上没东西，马上头脑检查一下，我身上有什么可用的，周围看一下我有什么可用的，都没有，看一下敌人身上有什么可用的，
晓得吗？这种就是思维，这种就是思维。好，这是观念的洗脑啊，让你们多一点认知，用我们可用的啊，比你拥有很多可能还要重要啊。好，来再练练看。